是什么人？在这儿干什么？大人，小的是王真人雇佣的伙夫。你当的哪门子伙夫啊？小的专门烧那3只炉子。这炉子里浓烟滚滚，地上还有一只猫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王真人把一只猫活剥了皮，那猫还没断气儿，就被他丢进大号炉里了。他为何这么做？王真人是属鼠的。啊，他是怕猫捉老鼠。哼，陈大爷，你我都成了猫了。王真人去哪了？他1个时辰前就走了。去了哪里啊？他说是进紫禁城，给皇上送丹药去了。胡说！这妖道最讲排场，他居然给皇上去送药，为什么大轿仪仗都摆在这儿不用啊？这小的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。今儿啊，你要是不交代王九思的去处，我就活剥了你的皮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小的说的都是实话。把这老家伙给绑了，都是实话。带回去细细拷问。大人饶命！是。大人，小的说的都是实话呀！大人。秦大人，差事办达了，你我各自回去挨骂吧。也只好如此了。首府，哎，朱大，你看老夫刚派人回府里去拿丧服，没想到你已经换上了。管家刚刚把衣服送到，因为更衣来迟了。皇上已经大喜，我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关于皇上的治丧事宜啊。首府做主。坐。我先拟了5条，第一，立即800里传邮，把皇上龙宾上天的讣告发布到全国各地州府。第二，隆庆皇帝一应丧礼，由礼部遵祖制定出方案。第三，头七期间，北京各大衙门官员每日到午门集中值绩，除要件公事、日常公务暂停办理。第四，传西九边统军首领，所有将士整个待旦，警惕卢敌，趁机侵犯。第五，各地特别是两京，务必加强治安，若有宵小之徒趁机滋事，严惩不贷。老夫目前想了就这5条，你看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还有一件事，望首府谋断。何事？国不可一日无君啊！我们应该在为先帝治丧的同时，赶紧考虑太子继位一事。隆庆皇帝刚刚大行，立刻就让太子登基，会不会让天下人耻笑咱们无情无义啊？隆庆皇帝驾崩了，我们做臣子的无不有追心之痛。但是皇位涉及江山社稷之稳定，万不可久续啊！怎么久续了？不就1、2天嘛，天就塌下来了。这个事儿以后再议吧。现在咱们各执其事，办好丧礼啊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孟冲，谁让你来的？启禀贵妃娘娘，万岁爷刚刚大行，奴才如同万箭穿心，痛苦不已。奴才恨不能替万岁爷去死啊！你倒真替皇上着想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和高拱把努尔花花跟王九思带到宫里来，皇上也不至于这么早龙病归天。
你等着，这账来日我一笔一笔跟你清算。奴才知错，奴才罪该万死，但奴才也是听万岁爷的。你还敢犟嘴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任凭贵妃娘娘处置，但只求娘娘一事，您就让奴才留在宫里吧。奴才一定竭尽全力，把万岁爷的丧事办好啊！少啰嗦，让你歇着你就歇着，还不赶紧退下？贵妃娘娘，冯公公，我和皇后商议过了，皇上的丧事具体由你操办，宫内大小事宜听你的调度。多谢陈皇后、李贵妃对奴才的信任。奴才有一个建议，不知妥否？讲。这乾清宫乃我朝历代皇帝处置政务、统御天下的地方。先帝既已龙殡上天，其龙体就不可久留在乾清宫。按先朝的规矩，应立即移往弘孝殿，祭奠先帝的灵堂应该设在那里。这乾清宫应该马上重新布置，让太子爷明天就搬进来住。先朝有这规矩？是的。那就按照规矩办。不，我怕。父王刚死，我怕吗？我怕吗？太子爷，您不能怕，您马上就要继承皇位了，您将是我大明王朝的第14位皇帝。按规矩讲，这乾清宫将是您的正寝之地呀。不，我怕，我怕吗？君儿，君儿，你过来。你知道吗？你10岁了，已经长大了。从此以后，你要治理天下，怎么能说怕呢？快开门！到家了。这妖道果然狡兔三窟，我留在这监视，你快回去禀报。好。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啊！今晚上赶紧收拾细软，明天一大早咱们就逃去京城。行，二蛋，我这去收拾。师傅，那玉娘怎么处置啊？玉娘，哎呀，你要不说我都忘了，关哪儿了？就在那屋里呢。西城巡警铺档头见过巡城御史大人。妖道是在屋里吗？他带着徒弟进了对面那所院子。好，给我听清了，把这院子给我围来，记住，一个人也不许放火，我要活的。上！是。你想干什么？小美人儿，本真人惦记死你了，让我亲亲你吧。啊！你让我想死了，小美人儿。那个妖道放手！师傅，怎么回事？咱们院子被革命给包围了，这也把他们发现了。来人呐！救命！快走！
留他做活口。呀！哎呀！上！哎呀！老子跟你们拼了！站住！哎，那个啊！给我听着！是。把这院子给我搜个遍。是。哎，这儿有姑娘。嗯，走，看过去。是。玉娘，哎，玉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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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啊，我是刑春御史王传呐。玉娘，玉娘，玉娘，来人，赶紧去取郎中啊！是。乔府，进来。人抓到了？没有，卑职赶到王真人府，东厂长作陈永峰奉冯保之命，带着翻译提前赶到了那里。怎么？王九思让东厂的人抓走了？东厂也没有抓到人，那人呢？跑了。千万不能让这个妖道跑了，更不能让他落在东厂手里。这样，你立刻派人把守京城各个出口，对所有的行人严加盘查。卑职遵命。在王九思这个人身上，绝不能让冯保占了先机啊！司府大人，好消息！哦，那个人被我抓住了。你是说那个妖道被你拿下了？正是。太好了，这个人要是落到冯保或是高阁老手里，他们一定会拿他大做文章，扰乱朝纲。既然我们已经抢占了先机，那要注意保密，不要走漏风声。卑职明白。大人，还有一个好消息。玉娘找到了？是，在王九思藏匿的地方找着他。他怎么样？很惨，手脚被捆得都不能动弹了，额头流着血，被他们折磨得够呛。卑职已经把他安置在家中，请了郎中，正在为他医治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不能离开紫禁城，这事就有劳你了。告诉郎中，一定要治好玉娘的病。我要让玉娘亲眼看到王九思被处死。平身。谢皇后。冯公公，你给内阁2位辅臣传旨，在给先帝办理丧事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太子登基的事宜。遵皇后遗旨。奴才听说内阁为了太子爷登基的事宜，高拱与张居正发生了争执。争执什么？张居正与皇后娘娘的想法一样，提出要太子爷立即登基。可是高拱借口说要办理先帝的丧事，太子爷登基的事要先缓一缓。缓一缓？他这是何用意？还有，昨天高拱听说先帝将要大刑，就立即派刑部员外郎秦雍熙前往王九思府捉拿那个妖道。奴才也派了东厂的翻译前往吉普，结果2队人马都扑了空。人呢？回贵妃娘娘，那妖道看见风向不对，早已开溜。奴才已在京城布下天罗地网，那妖道迟早会被缉拿归案的。好，这个妖道一定得将他千刀万剐。高拱捉拿王九思，也还算是忠臣之举吧。启禀贵妃娘娘，依奴才看，其实不然。高拱这么做，其实是另有图谋。你说说看。高拱那只老狐狸，先帝在时，他和孟冲一个鼻孔出气，先是把努尔花花弄进内宫，然后又弄来了那个妖道蛊惑皇上。如今先帝大刑，他怕皇后与贵妃娘娘怪罪，故又先下手为强，
想在皇后和贵妃娘娘面前当个大好人。跪，一叩首。再叩首。三叩首。启禀皇太子，5日前，礼部尚书吕调阳写了一份劝进遗嘱，希望太子节哀保重，早登帝位。望太子能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答应臣等所请。兰所进谏，居见卿等爱国之意，故于哀痛之切，唯统之事其忍血文所请不准。启禀皇太子，这是老臣率内阁5府6部等大臣第3次劝进，礼部另议一份登基遗嘱，请皇太子过目。皇太子，皇位不可久续，望皇太子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允臣所请，早登大典。太子爷，卿等何辞臣请至，在至3以西中，退天位至重，城南久虚，况遗命，代公不敢顾训，免从所请。谢皇太子。众卿平身。哎，清心，王九思抓到了吗？卑职已打听清楚，王九思已落入王传之手，如今关在巡城御史府上。还是让张居正抢先了。这样，你立刻拟个奏章，声明妖道王九思滥用丹药害死先帝，以弑逆罪，叫刑部验审。卑职遵命。要快，在新皇帝所有的奏章当中，你这是第1份。张先生，太子爷马上就要登基了，贵妃娘娘让我问一下，新皇上登基以后，首先应该做什么？新皇上登基以后，要审时度势，更化遗民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一扫嘉靖中期以来的退败局面，重新缔造我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。说得好，张先生，你的治国之才远在高拱之上。冯公公过奖了。张某在官场20余年，认为治国并无诀窍，首先要懂2个字。哪2个字？耐烦。耐烦。有道理。张先生，请。说到耐烦，高拱的确做得不差。其实我与高大人在治国方略上并无多大异议。你看，他本来不同意此刻太子登基，但是今天在太子面前，他不是也妥协了吗？他是顺水推舟，出于无奈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他这是做给贵妃娘娘看的，是为了取悦贵妃娘娘。行了，咱不说他了。张先生，你是太子爷的老师，太子爷让我问您，他登基后的第1件事应该做什么？
首先给他的嫡母陈皇后和生母李贵妃晋封。如何晋封？要抬高李贵妃的身份，与陈皇后一起，共同晋封为皇太后。明白了。好，我这就向贵妃娘娘去禀报。妹子，别紧张。我不是紧张，是高兴。坐轿。万方乐奏，社稷兴盛，明年改元，称号万历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君儿才10岁，如今当上了皇帝，这天底下该有多少难办的事情，他又如何应付得了？君儿虽然年纪小，但他毕竟是皇帝啊，有谁敢不听他的呢？隆庆皇帝在位时就说过，要想把皇上当得轻松，只要用好2个人就行了，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一个是内阁首辅。可现在这2个人能靠得住吗？先帝在世时，他们就对你我阳奉阴违；如今先帝这一走，他们就更张狂了。君儿还小，你我又是妇道人家，倘若人家想欺负我们，又能如何？这倒也是啊。哎，妹子，冯宝捉住的那个小男童，如今怎么处置的？还没处置呢。冯宝说，等太子登基后再请旨发落。妹妹，你还得告诉冯宝，不单是那个小男童，特别是妖道王九思，一定要把他抓捕归案。姐姐说的是，只是现在冯宝做事还有些犹犹豫豫的。为何？姐姐难道忘了，冯宝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啊？姐姐，你看，是不是把这孟冲给撤了？这人是该撤，但总得有个过硬的理由吧？如果不是孟冲把努尔花花跟王九思带进宫来，先帝也不会这么快龙病归天。就这一条理由，已经足够让他脑袋搬家。不过这事儿，该由谁来做主呢？当然是皇上。可现在君儿还小，内阁首辅高拱又靠不住。我看，只能由咱们来拿主意了。首辅大人，首辅大人。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万历皇帝登基也见不着你的影儿。李贵妃不让我参加，这些日子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，我就预感到有灾祸临头了。我告诉你，都是你把那个努尔花花还有王九思弄到宫里，要不然我们不会有什么把面落在那个女人手里。这会儿您冲我吹胡子瞪眼了，当初这事儿您不是也同意吗？我同意，要不是你和皇上天天催着我，我能那么草率行事吗？行了，咱俩就别再相互推脱了，得赶紧想想办法把那妖道给除了。完了，已经让王传抓住了。什么？哎呦，这个真是大祸临头了！高阁老，咱俩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呀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要是完了，
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少威胁我，孟冲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局势还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。你是先皇任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就凭这一点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按朝廷的规矩，要撤换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皇上要和内阁商议。如果皇上要撤你，我这个首辅不同意，他谁也擅自决定不了。这就对了，您要不帮我，那我不就死定了？哎，高阁老，您不觉得皇上的遗嘱有假吗？此话怎讲？他让内阁2大臣及司礼监共同辅佐太子，从来没这先例呀。哎呀，你不要疑神疑鬼了，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事儿。朕知道。高拱听旨，中旨：从即日起，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，着冯保继任，并继续监掌东厂，钦此。高拱接旨。高阁老，您叫奴才如何回去交旨啊？中旨？什么叫中旨？未经内阁议票，由皇上直接下旨，称为中旨。哼，我大明开国以来就立下规矩，皇上的一切诏令必须经过内阁拟票方成圣旨，所以有“未经凤阁鸾台，何命为诏”这句话。如今倒好，当今的皇上绕开内阁下达中旨，而且让一个溜须拍马、笑里藏刀的小人接替孟冲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，这是谁的主意？不和我们内阁商议，要我们这些阁臣干什么？高阁老，这可是万岁爷授意的中旨啊！中旨？什么是中旨？我倒想弄个清楚明白。当今皇帝才10岁，一个小孩子，他有什么头脑？还不都是你们这些混账太监在捣鬼？总有一天我也把你们统统赶出宫去。韩琦，备旨在。速传6科郎、骆尊等一众言官速来议事厅，快！遵命。哎呀，首辅大人，这个真要大祸临头了！你哭什么？这个事儿还没完呢。你先回去，等我把冯保扳倒了再说。反正我这170来斤肉全托付给您了。冯保凭什么接替孟冲？他有何德何能啊？是。今天上午，百官朝贺新皇上登基，他竟恬不知耻，站在新皇上身边，接受百官的3拜9叩。就这一点，我就要上本参他。老夫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，游宦30余年，历经嘉靖、隆庆2朝，对朝廷的这些变故，我早就腻了。其实60已满，我就有退隐之心。悠悠山林，有权势天籁，伴桑榆晚景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但是皇上宾天之时，拉着我的手，要我辅佐幼主，保住大明江山，黄土永固啊！我若此时辞血归里，这岂不是对先帝的大不忠啊？哎呀，我这个顾命大臣的神圣职责，整得我是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我本想学古之圣贤，认法不认治，认公不认私，可是又有谁能体谅老夫的这一片苦心呢？当今的皇上绕开内阁，颁下中旨，让冯保接替孟冲。哎，这个旨下得这么快，不给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，你们说，皇上才是一个10岁的孩子，有这样的头脑吗？这个冯保啊，是个头顶生疮、脚底下流脓的大坏蛋，让他掌握了大内总管，那岂不处处与我们内阁不愿作对？岂不令我等3公9卿不愿大臣任其驱使？你说什么？高拱是怎么侮辱皇上的？高拱说了，
皇上才10岁，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叫忠直啊？他还说了，都是我们这帮太监在捣鬼，到时候统统把我们赶出宫去的。大胆！这高拱他是拼了，他竟敢侮辱皇上，我看他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看也是。你现在去乾清宫，跟贵妃娘娘讲，你就说，高拱说的，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能当皇上？明白了吗？小的明白。首辅大人，您是朝廷的擎天柱，他冯保算什么东西？充其量就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。冯保是条狗，这话不错。可是这条狗的主人是皇上与贵妃娘娘。俗话说，打狗要看主人面。要不是碍着这一层，首辅大人能这样忧心如焚吗？内皇与外廷的矛盾自古皆然。在我朝开国的时候，太祖皇帝就看到了前朝的这一弊端，便制定了我大明的律条：所有宦官敢于干政者，均处以剥皮的极刑。对，太祖皇帝治法极严，光在他手上就有好几个太监被剥了皮。你这话不假，可是自太祖皇帝之后，还有哪个太监是因为干政被剥了皮的？但是太祖皇帝这一律条并没有被废止啊。虽然没有被废止，但已成空文而已。为什么是一纸空文？你们俩呢？眼下是天下言官之首，对这个问题你们思考过没有？在于政事糜烂，纲法名气不具。说得好，政事为何糜烂？承文，你说说。古人云：“3代之王，非法王也。”而王在没有执法之人。道理你们都懂了。部院大臣就是执法之人，你们6科郎言官行使着纠察和弹劾之权。如今的内阁部院可谓贤者在位，能者在知，为何我们的政事还是糜烂如故呢？积重难返，这是原因之一。刚才我们所议的都是臣道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君道。君臣合道，上下一心，政治自然清明；反之，则政事必然糜烂。大家说，万历皇帝登基第1天，还不到1个时辰，就下了这么一道中旨，这是我们臣子的大幸，还是我们臣子的大不幸啊？这当然是不幸了。说得好，所以我这顾命大臣有责任之见，作为皇上的耳目骨公，我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安危，而不顾江山社稷呢？不错，这话真是高拱说的。回贵妃娘娘，千真万确。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既然出自首辅之口，他究竟想干嘛？想造反？想把皇上换掉？啊！妹妹，怎么了？这个高拱仗着手中的权力，竟然真的欺负到咱们孤儿寡母头上了。他竟敢视皇上为小儿。妹妹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坐下慢慢说啊。来，气死我！要把我气疯了。我们6科13道的言官，就今日冯保高居玉座之事，一定要分头上书弹劾他。对，弹劾他。首辅大人，您看如何？光凭这一点弹劾冯保，分量还不够。其要分2步走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取得李贵妃对我们的支持。其次，冯保这些年来劣迹秽行一定不少，你们一定要尽全力严查，取得证据。对这条毒蛇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7寸上。冯爷，小的说话可还到位？你只要铁着心的跟我办事儿，亏待不了你啊！去吧。冯公公，小的还听说了一件事儿。说。那个妖道已经被人抓住了。谁抓的？王传。听说他是受了张居正之命，一直在暗中跟踪王九思。人在张居正手里，就跟在东厂手里一样。只要不在高拱那儿就行。
冯公公，什么事儿？吴河去内阁宣旨之后，高拱立刻组织了6科的言官在内阁议事厅会见。这帮人凑在一块儿，肯定不会出什么好事儿。没错，他们是在议论如何弹劾您。哼，我早就料到了，高拱这老小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你先去吧。是。妹妹，你认为高拱能当着吴河的面儿说那样的话吗？完全有可能。他仗着自己是3朝老臣，也仗着皇帝年幼。姐姐，君儿今天收到了一份奏本，是刑部员外郎秦雍熙上奏的。他想将王九思提到刑部，让3法司会审问验。这可是君儿登基以来收到的第1份奏本。他这么做，一定是得到了高拱的授意。验审王九思当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，高拱这么做也是想将功补过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当初捉拿王九思时，张居正这么坚定，可现在为何又一言不发了？妹妹这话问得有理，要不让冯保找张居正打探一下？依我看，就让冯保把张居正传进宫来，咱们当面问他。咱俩是内眷，会见外廷大臣，恐怕不合朝廷礼数吧？主少国疑，咱们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冯保，奴才在。即刻宣张居正进宫。是，贵妃娘娘，宣他到哪儿？平台。吕大人，哎呀，舒达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，真是欺人太甚呢。怎么了？你请坐。我身为礼部尚书，可多年来一直是个摆设。如今，他们想趁着先帝龙兵归天之际，让王显爵正式替换我。你虽为礼部尚书，但是礼部的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显爵手里。这些传闻我早已经听说过，只是不知首府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将你撤换？还不是因为要将皇后和贵妃晋升为太后之事。这么说，高拱不同意李贵妃与皇后共同晋升为太后？是的，因为这是您的主意，他这是冲着您来的。不光是高拱反对，很多官员也有议论。要想做成一件事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有人反对。要是瞻前顾后，必将一事无成。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你越要有勇气面对一切。你我都是皇上的老师，你说晋封李贵妃为太后，皇上会高兴呢，还是反对呢？即使这样，我马上写奏本，奏明皇上。到，押轿。司府大人，人来了吗？大人是指玉娘吗？卑职也想请她来，恐怕实在是有些困难。看来他还是记恨于我。是啊，他始终无法理解您为何又亲自将那妖道放了。他还在你家吗？我看他这样子，在家不利于调养，找了个尼姑庵，那儿清静，让他住那儿。那尼姑庵在哪儿？就在城东头。好吧，等事态有了个眉目，我再去看他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今天下午刑部和东厂都派人来了，他们要调走王九思，都被我挡住了。可是他们来头太大，时间长了，恐怕抵不住。你不必害怕，谁要是找你要人，你就往我这儿推。舒大，哦，首府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没在内阁之房，老夫猜想八成你是到这儿来了。首府找我有事啊？还不是为了王九思？人在你手上。是。好，前面带路。舒大，咱们去看看。竟敢用妖术祸乱先帝，你知罪吗？葛老大人，
本仙人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太医，这当时你也是认可的。隆庆皇帝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，你们这是犯了欺君之罪！你给我住口！王传，今天晚上就把这个妖道转往刑部大牢拘押。我已经通知三法司，对他要3堂会审，拟定大批之罪。这个怎么吞吞吐吐？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师傅，我看是不是该换个地方说话？也好。首府大人，刚才秦庸西来要人，被王传挡了，那是我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怕那妖道狗急跳墙，胡乱咬人。不，你无非是想证明你当初释放王九思是迫不得已之举，你想告诉世人你是受老夫所逼。你现在派王传抢先拘捕那个妖道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。